876904没中，29678439又没中。王老师，我每次对发票都没中。我在日本的家人，他们还等着我回去参加那个 Geki Before After，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呢。那个的中文叫全能住宅改造网。哦，听过这个节目。可是我怎么都没有偏财运哎。所以现在是要对发票，看如果有中的话，就有钱买机票回去日本，是不是？对。这样子，那你手借我看一下。老师，你借我的手要干嘛？没有啦，我要看一下你手相是不是有财运啦。你想太多了啦。爽夏，其实每个人手相都有暗藏一种会不会发财的一个玄机。好，其实呢，我想每个人都想要发大财嘛。那发大财绝对是每个人的梦想之一。有些人拼了一辈子呢，这个存款也没有起色；有些人只要做一点努力，哇，就赚很多钱。因为呢，他的命中就是有带一个好的财运来。所以今天影片呢，要教大家如何看手相呢，看你是不是会有一种发财、有钱的手相。如果呢，这8种发财手相你8项都有，那你绝对是天选之人呐，一个有钱人。如果呢，这个中间有5项你是有的话呢，口袋保证也是会满满那如果其中2项以下呢，代表你也不错也是有一种发财的机会，一定就比别人要多啦。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呢，哪8种代表手相会发财一个特征。第一种呢，就是手掌那个肉要比较多，而且摸起来很软很绵，叫做手掌呢软绵跟肉会丰厚的一种情况。手呢肌肤摸起来像婴儿般呢 Q 弹又绵密又细致，那代表怎么样？你天生就会有比较多赚钱的机运，会有很多那个赚钱的机会呢会来到你的身边。所以只要你把这赚钱的机运抓住之后呢，那你的财运就跟着抓住了第二个要手指修长，而且要看起来没有这个指缝我们手指头呢比一般人修长，在我们前面这个掌型有讲过，手指头修长的人本身来讲的话，就是运势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手指修长呢，然后呢手指这种合并起来，哇，要不要有细缝？为什么细缝呢？代表这个财就从你这个指缝中就流掉，就变成虽然你有赚钱，可是留不住也没有用。还有呢，其实我们在看手相有5个手指头嘛，对不对？那5个手指头都有不同的一个含义。像我们的拇指就要看什么？看父母亲。食指就要看自己的兄弟姐妹。中指就代表你自己。无名指呢就看什么样？你的配偶。小指就看自己的这个代表你的小孩。所以等于说我们算手相也看谁的6亲的缘分关系。那当然这5根手指头一定会每个手指头里面会有缝隙嘛。那如果当然5个手指头都没有缝隙，代表前面讲就钱会留得住。那如果看哪2个手指头中间有缝隙，代表是因为谁把这个钱留不住。比如说你这一个小指跟你这个无名指有缝隙，代表可能因为怎么样，结婚之后小孩子比较会花钱因为小孩子方面就把钱留不住所以这种方式可以知道说，那是谁造成你的钱财有流失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就要注意。好，再来呢，这个要看什么？第3种看一种掌纹，叫什么？食指下面这地方食指下面如果有这一个叫做井字纹。井字纹为什么代表是发财的一种手相？因为呢，井以前古代就是打水井嘛，水井好像怎么样？水井等于是水为财。我们学过这个传统命理水水代表钱财的意思，所以你有井字纹，代表说你本身手相就是带财的意思，好像源源不绝这个水可以喝，代表财就会很多，源源不绝的这个钱财会进来。所以呢，食指下面有这一个井字纹，也是代表会有钱的一种手相。还有呢，我们知道如果你手相上基本上有这种4种主要的纹路，什么？这个叫做感情线，中间叫头脑线，这个叫生命线，还有一个呢是跟你的这个叫命运有关的，还有工作有关，叫运势线。所以呢，有些人手相上刚好这种4条线有没有合起来，会像一个英文的 M 字 ，M M 不是那个超人那个 S 是 M 的这种标志代表怎么样？也是一种代表像麦当劳那个 M 字啦。
哦，麦当劳生意很好嘛，所以你可以联想，代表这 N 字的人呢，就很多赚钱的机会。所以如果你知道做生意啦，或者从事业务工作，也代表你的财源会很好，很容易赚到钱，所以财源源源不绝会来。再来是田字文，田字文就前面讲的一样，这4条主线里面，如果有这种细文组合起来，好像那个中国字的田字，那为什么田字是好？就代表好像说家里很多土地呀、房屋啊，我们以前讲说有土斯有财，所以你有土地、房屋，哦，就靠这个出租房屋啦，或买卖土地赚很多钱。所以田字文是怎么样？有地主的一个命格，哦，成为钱财大富翁的一个命格，哦，也很好。再来呢，就是这个水星丘，我们在掌文有很多这个掌丘，那每个掌丘当然有不同的一个意思啦。比如说呢，这个地方叫太阴丘，太阴丘呢主什么？主自己的生命力，就有没有活力啦。还有呢，你的感情好不好？通常太阴丘比较好的人，代表说感情的接受程度比较高，也比较有活力。那也比较有活力呢，就会有机会去外面接触很多人的朋友，那就会对你的感情啊，会比较有发展。好，那如果财运的话，是看这个水星丘。水星丘这个地方因为小子代表叫做水星子，水星子是什么？水星子代表你的讲话的能力、表达沟通能力。那我们现在来讲的话，都是一个人际关系很复杂的一个社会嘛，所以如果你要做生意，一定要很好的这个表达能力、沟通能力，把你的产品啊，把你的服务跟别人讲啊，说服别人，那别人就可以买东西嘛，那你是不是就会赚钱？所以水星丘这边下面有个掌丘，如果掌丘长得有肉，会鼓起饱满，叫水星丘就会不错。因此呢，透过口才表达能力的一个方式呢，让你有很好的吸金的一个能力很强。就会有赚钱。再来就是断掌，断掌呢，看这个断掌听过没有？没有断掌就像这样。一般呢，我们这边正常会有一个叫做感情线，然后理智线。那如果断掌是变成感情线跟理智线会合成一条线，它直接贯通这个手掌，就变成说，一般我们是3条主线嘛，可是真的断掌会只有2条主线，这叫断掌。断掌的人为什么代表会赚钱？因为这种人比较敢冲，胆子比较大，那不怕困难。有时候我们说赚钱怎么样？赚钱要一种冒险泛滥的精神，有没有？哪个地方说很难赚钱？比如说我们说什么？去非洲卖雨伞，有没有？非洲卖雨鞋，为什么这么讲？说去非洲卖雨鞋、卖雨伞很特别，因为那边不下雨嘛。所以去卖雨伞，感觉说怎么去做这个生意？对，因为没有这个需要。可是呢，有时候人就是脑袋很奇怪，越困难的地方越去卖。那因为没有别人去卖这个东西，所以得没有竞争对手，所以反而你有这种断掌的人，有这种冒险泛滥、不怕困难，然后冒险的一个精神，所以反而呢，生意会做得跟别人不一样。因此呢，可以开拓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市场，就会赚钱。不过像这种断掌，因为敢冲。那小心怎么样？有时候个性上面呢，别人讲的事情建议他听不进去，所以运势好的时候当然会赚钱，运势不好小心怎么样？反而会大起大落，会大赔钱。所以呢，断掌的人还是有时候一些事情呢，还是要考虑一下这个状况，听一下别人的意见，那你赚到钱才能够留得住，不要留不住，那赚钱辛苦就留不住，其实很可惜嘛。好，接下来我们来讲第8种叫川字文。什么叫川字文？我们手相呢，这个叫生命线，这叫理智线。大部分的人在生命线跟理智线的这个开头都会合在一起。那这合在一起呢，过一段时间才会分开，过一点距离啦。那这个距离的长短每个人不一样，基本上呢，越早分开，代表这个人做事情就会比较快速，不会想太多就去做。那越久才会分开，代表这个人做事情就会想东想西，考虑很多之后才决定要不要去做。那川字文就是说，整这个生命线跟理智线基本上整个的开头就会是分开的，没有连在一起，所以这样会形成什么呢？生命线、理智线跟感情线就像一个川的字，就3条线嘛，分开。所以川字文的人呢，本身就是一个冒险泛滥的精神，他比较呢，别人会想东想西，不管你做的事情，他不会害怕。你不做没关系，我去做，我相信一定会成功。不用想太多，想太多反而会错失良机。所以川字文的人，因为这样个性，所以呢就会比较敢去做生意，那比较敢去开拓一些人家不敢做的事业，那自然就有机会可以成功，就赚到比较多的钱。所以就是川字文来讲的话，也算是会有钱的一个手相之一啦。
那老师，到底我的手相怎样？可以教我吗？看看你会不会有赚钱嘛？好，那么看一下爽夏的手相。他的手相来看的话呢，我们刚才讲过，其实手相你看爽夏的手一伸出来，有一个特色，什么特色？它是不是呢？这个无名指跟小指就自然分开。这种手相什么意思？代表这个人比较喜欢自由自在，比较喜欢独立自主，比较不喜欢被管。那什么意思？像这样结婚的话呢，还是想要去外面工作？我不要待在家里面当家庭主妇了，被老公管东管西的，没关系，我自己有钱所以说，我想买什么买什么，你不要管我，就是这一种叫无名指跟小指分开的一个状况。所以这算是职业妇女的手相。然后呢，他会不会赚钱？他这手相整个来讲比较特别的是，他等于是这个指头中间没有缝隙嘛，所以算是至少赚到钱，不会漏财。可以守财啦，就是会有财库。还有我们有时候说，你这个能不能赚到多少钱，要看这个掌心的凹陷。我们的手掌一般都会中间凹凹的嘛，所以如果有凹陷，代表说钱流进来之后，在这个地方存得住，所以你算是可以赚钱，然后也赚了不少钱。为什么？你这凹陷凹的还蛮大的，代表怎么样？你这个财库很大很深，所以可以容纳很多的钱这样子还有你的这个。叫做事业线或者叫运势线，我们看它整个手相这一条中间这个运势线蛮深的，而且蛮清楚，没什么杂纹破坏，所以代表运势来讲一生还蛮平顺的，不管做什么事情、做什么工作都蛮稳定的。所以整个来看我觉得手相算不错啦，算是能够有钱又能够守财、守得住财的手相。所以如果能够娶到你的老公算很好因为我们讲说帮夫运，我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中国叫帮夫运的一个手相。好，太好了，谢谢老师，我会继续努力的。好，干巴得干巴一万。好，那我们这个今天这个教大家用手相看是不是能发财的一个部分，讲到这一边。如果大家呢对这个手相其他的知识有兴趣的话呢，记得要怎么样？订阅、按赞、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就随时可以收到更多关于手相面相，甚至其他风水命理各方面的一些知识喽。